朋友们，你还不知道吧？现在 AI 可以生成不同场景、不同衣着的一致角色了，并且你还可以指定模特做出特定的动作，构图也是100%可控。最重要的是，你再也不可能分得清楚 AI 模特和真人的区别了。任何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一键就可以提高人物的逼真度，模特的脸上甚至能看到斑点，手臂中间青筋凸起，肌肉线条不再是光滑的，而是纹理真实的。生成的影片中，你甚至也能感受到脸部很细微的下垂。AI 会根据模特的年龄设定和脸型皱纹，给出最真实触感的结果。另外，我还会教大家怎么生成更吸引人的模特脸型和场景，这是有数据支撑的哦。我看过一篇凯蒂夫大学的研究，他们找了1205个人做跟踪调研，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混血儿的脸更加吸引人。不管你是创建网红模特来实现收益，还是市场营销、广告推广的需要，你都要学会方法，让你的成果更能吸引受众。只要认真看完本期影片，你就能知道怎么样免费做出一致角色、不同场景、不同动作的影片内容了。先给我点点关注，马上带你上车。打开 RenderNet AI 网站，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它是一个专门针对 AI 人物的创意网站，还提供了 AI 角色的提示词生成器，即使是新手小白都能在5分钟之内熟练使用。点击下面的 Create for Free， 弹出登录页面，可以使用邮箱和密码登录，也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账号登录。登录成功，在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 RenderNet 的很多功能，创建网红模特，往下拉可以看到它还有一个视频换脸的功能。右边这个功能我们后面会讲到，也是非常实用的，叫做 Pose Control， 就是模特姿势可控。它的姿势和构图呢，我们都可以给一个指定的图片，然后让我们的模特去做同样的动作和同样的姿势。OK， 再往下看到 True Touch 功能，直接翻译过来是真实触感的意思，是让 AI 网红更加逼真的功能。只看左边模特的脸部，你可能很容易就看得出来是 AI 网红，但是右边肌肤的纹理、皱纹和脸部肌肉调整过后，非常真实，就像一个真人模特站在了你的面前。后面我们也会讲到。OK， 再往下面呢，就是创建我们的网红模特。右边 Sample Character 呢是有一些模特的模板，点击 Generate 呢，也可以按照这个模板来创建你的模型。点击最前面的绿色的 Create Your Character， 创建我们自己的角色，就需要上传一张图片，比如可以把我的图片上传上去，然后再创建不同场景的不同动作的一个图像，都是可以的。OK， 我们点擦掉，不在这里创建，因为呢，我是想要创建一个全新的模特，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物呢才会更加吸引观众。来到页面的最上方 Canvas 画布这里点击一下，然后点击右边绿色的 Create New， 创建一个画布面板。在这里我们开始创建我们的模特。来到左边 New Generation 这里，下面呢是风格的设置 Styles， 点击下拉框选择一个风格，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风格分类。Photography 摄影的 Cameras 相机的这个分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直接用摄影设备来命名的风格，非常实用，比如佳能 EOS R6， 还有 iPhone 14 Pro， 还有索尼的 A7。 OK， 再来看一下 Anime 动漫风格的，还有非常多流行文化啊、艺术啊、抽象类的风格可以选择。Gaming 呢就是游戏风格， Craft 草图风。OK， 最下面的就是全部风格了，我们在这里挑选一个真实摄像风格的，因为我要创建一个真人模特嘛。 OK， 我就选佳能 R6 的。下面 iPhone 的也可以点击打勾，就可以看到最左边在 Select Styles 这里呢，已经显示了我选中的2个风格。最上面 Casual 这个风格是默认的，不要的直接在这里点擦掉就行了。
接下来是 Composition 构图设置，第一个 Pose Control 控制模特的姿势动作，第二个 Face Look 也就是控制不同图片里使用同一张模特人脸，这两个功能都非常有用，后面呢我会详细讲到。Seed 种子，打开随机种子就 OK 了。页面的最下方是我们输入提示词的输入框，把默认的内容删掉。OK， 我输入 A beautiful Asian lady， 就是一个漂亮的亚洲女性。点击右边的这个小按钮呢，它会根据我输入的几个单词，然后帮我完善成一个小短文，相当于帮我创建提示词了。翻译给大家看看。长发飘逸的女人的形象，然后站在悬崖边，有瀑布，穿着优雅的服装，还有明亮的天空。这对于不会填提示词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功能非常友好。但是如果你想创建能够吸引观众的 AI 角色的话，肯定不能随意这样生成一个人物出来。OK， 我把它删掉。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角色的肖像图，来作为以后生成不同场景、不同动作的参考。那我的提示词里面就要有 Portrait 肖像，还有 Close Up， 生成的图片要是一个大头图像。然后我们还要在提示词里面写清楚模特的年龄，比如 Photo of a young 20-year-old beautiful， 然后就是角色容易让观众记住的一些特征了，比如 big lips 性感的厚嘴唇。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哦，是我最近看了一篇卡迪夫大学的研究，他们找了1205个人做跟踪调研，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混血儿的脸更加吸引人。所以我们可以创建混血模特，比如丹麦和亚洲的混血儿 Danish and Asian mixed race， 然后就是发型和头发颜色，比如有辨识度的粉色、金色，甚至白色。OK， 提示词填写好之后，我们看一下上面的 aspect ratio， 就是我们生成图像的一个尺寸，选择1:1，先生成一个肖像图。后面是生成图像的数量，先生成1张，然后点击下面绿色的 Generate 按钮，可以看到画布的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框，等待图片生成。OK，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生成的结果就是一个非常有特征的一个模特了。点击键盘 Ctrl 键加滚轮可以放大整个画布，点击键盘的空白键呢，可以拖拉整个画布的位置。来到图像上面，右击选择第3个功能 Use Face in Face Look， 意思就是使用这个图像来作为模板，来创建不同场景、不同动作的图片。可以看到左边 Face Look 功能的底下呢，就已经自动上传了我们模特的肖像图。OK， 生成场景图的提示词跟刚刚肖像图的会有一点区别，把 Portrait 的肖像、Close Up 大头像删掉，然后补充 Full Body 全身照，还有模特的衣着，比如瑜伽服。这里建议大家在提示词的最后加一个关于手部的指令，它可以让 AI 生成的图像手部是相对正常的、完整的，减少畸形的情况。当然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喜好，所以我们根据喜好来填写这里的提示词就 OK 了。图片的尺寸我选择9:16，同样生成1张，可以看到每次最多可以生成4张。OK， 点击下面 Generate 等待图片生成，键盘的 Ctrl 和滚轮缩小画布，然后可以直接把图像拉到你喜欢的位置上，方便我们等一下结果出来了之后来对比。所以我把图片都拉在同一个平衡线上。OK，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生成的结果，完全就使用了左边模特生成了一张场景图了。右击可以 download 把图片下载下来。再来到画布的右边，看到 Minimap 这里呢，它是一个相当于小地图，也就是我们画布现在生成的对应2张图片的位置，它会显示在小地图这里。下面 Applications 是有4个小应用，第一个 Character Lab， 点击可以看到这里是上传模特角色的，点击 Create New， 再点击一下，我们上传一张另外一个模特吧。这是我之前做过的一个模特了。OK，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调整到模特的整个脸部在虚框里面。Zoom Image 就是放大和缩小我们的图片，缩小一下，让整个脸部还有发型呢都在里面。
因为如果我们的发型不在里面的话呢，可能我们生成的新的场景图，我们的模特呢就会换了发型。如果你发型也框到里面了，那发型也会帮你固定生成。OK， 点击下面的 Next， 下一步，在这里可以给模特取个名字 Model 1，下面是可以编辑关于这个模特的一些描述，这里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修不修改都没关系，默认也行。点击 Save， 完成设置之后呢，点击下面的 Done 按钮。OK， 弹出了一个这个角色已经创建成功的提示。下面有一行字 Type add model gun 1 in the canvas prompt box to use it，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用这个模特来生成场景图的话，我们只需要在提示词输入框里面 at 一下模特的名字就 OK 了。OK， 选中我们刚刚添加的 Model 1， 打勾之后呢，可以看到 Character Labs 这个应用下面呢，它就使用了 Model 1作为我们的生成参考了。底下是 Character Strength， 就是人物的权重，权重设置越大就越像。我设定一个 0.8 吧。Hyper Real Face 就是让 AI 角色的脸部更有真实感，打勾。可以看到 Character Labs 这里选中了模特之后呢，左边 Face Look 这里呢就选不中了，就默认灰色了。其实这两个功能呢，它是同一个意思。那为什么它会设置两个地方呢？我们后面会讲到。再来看看提示词输入框这里，只需要 at 一次 Model 1就可以了，把多余的删掉。提示词呢，我完全不变，看看生成的结果。点击 Generate。OK， 生成了模特1在海边度假的图片，发型一样，但非常有创意的把头发放在了另一边的肩膀上。我很喜欢 AI 这样的自由发挥。换一个 OK， 我还是喜欢我刚刚自己生成的那个亚洲和丹麦的混血儿的图片，我就把 Model 1删掉。再来看看右边的第二个功能 Prompt Generate， 就是提示词生成器。点击打开了对话框，可以看到有 gender 性别，然后是国家，选择一个 East Asian 亚洲的， age 年龄呢选择年轻，还有 body type 就是体型， hair type 发型有非常多，我选择直发，然后是 hair color 就是颜色了，大家可以根据喜好来选择。接下来是风格 style， 给大家翻译一下，有休闲的、正式的、复古的、健身房的也有。OK， 我选择一个 casual 休闲的。Background 就是背景，有咖啡厅，有健身房，还有办公室，还有 busy street， 还有繁忙的街道、花园、山。通过这些选项，系统呢会在下面帮我们做好一个提示词。点击底下的这个随机按钮呢，它就会再随机生成一组提示词。OK， 点击最下面 Use this prompt， 使用这个提示词。可以看到提示词输入框就自动填充好了，新手没关系，不会填写英文提示词也没有关系。这些 AI 应用提供的功能可以说是越来越人性化了。OK， 那我就使用这个提示词，还有我的模特图片作为参考来生成场景图。但是可以看到这里的 red hair 红色头发是跟我的模特不相符的，我就把它删掉。图片尺寸还是9:16，生成一张，点击 Generate。可以看到生成图像里面模特的脸呢是我的模型，但是它的发型变了，从粉色的微卷变成了黑色的长直发。我觉得这个功能在丰富创作内容方面非常实用。通过 AI 帮我们生成无限的提示词想法，然后使用固定的模特人脸，就可以产出百变的风格、发型、衣着场景了。OK， 再来教大家怎么设定模特的动作和姿势。来到最左边 Pose Control 这里，打开这个功能。这个模型呢，我们可以点击 Upload Image， 就是上传一张图片，然后它会参考上传的图片来设定我们角色的动作。下面 Choose a Template 就是有很多的例子让我们选择了，点击 View All Templates。OK， 我选择这个在跳舞的姿势。
让我的 AI 角色摆出一模一样的动作姿势。提示词需要改一下，否则的话呢，发型就不可控了。点击一下我们的肖像图，在右边有一个 prompt 提示词，这里旁边的按钮点击一下，复制下来，然后粘贴到提示词输入框。同样的操作，把 portrait close up 肖像和大头像删掉。OK， 点击 generate， 把它拉过来。可以看到生成的图片的动作呢，跟 pose control 里面我们选择的参考图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脸是我们的模特角色，但它的泡面头发型就跟 pose control 里面参考图的女生发型一样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要用到右边 Character Labs 这个功能了。先把这个图像右击，点击 Download 下载下来，再把我们的肖像图也下载下来，缩小一下整个画布，来到右边 Character Labs 这里点击一下，单击 Create New， 把我们的肖像图上传过来。OK， 选中它，调整好大小。尽量让模特的发型呢也进入到框框里面。OK，Next， 下一步，风格 Realistic 真实的，性别 Female 女性，选择一个年龄年轻人。Next， 下一步，名字就改为模特2，点击 Done 确认。OK， 点击 Use in Canvas， 可以看到提示词这里呢已经 at 了 Model 2了。把它放到最前面。OK， 右边 Character Labs 这里呢就是模特2了。在这里我们把人物权重调高一点，调到 0.6 到 0.8。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调权重，但是在左边 Face Look 这个功能里面呢我们是调不了权重。如果你使用左边的 Face Look 功能的话呢，可能你生成图片的发型呢这些都会变动，但是你使用右边 Character Lab 可以调整权重的话，那生成的图像会跟我们的模特样子发型一模一样。其他的设置保持不变，还是参考同一个 Pose Control 的动作，点击 Generate 等待图片生成。OK， 新的图片就生成好了，样子就肯定是我们模型的样子，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次生成的图片呢，发型也是一样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左边 Face Look 功能因为没有权重的调整，所以生成的结果会参考 Pose Control 里人物的发型，当然也会参考提示词里面描述到的发型，比较适合有创意需求的时候使用，比如从卷发到长直发再到泡面头，让我的模特定期换换发型，给观众一点新鲜感，也是个不错的 idea。但是如果你要生成同一组照片，要求模特脸部和发型一致的话，就要使用右边 Character Labs 功能，把人物的权重调高。OK， 右击图片 Download 下载下来。画布的缩放呢，可以来到最右上方有个缩小和放大的按钮，点击就可以调整画布的缩放位置了。OK， 空格键把画布的位置拉过来一些。再来看看第3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 Choose Touch， 它可以让 AI 生成出来的图片更有真实质感。点击上传一张 AI 生成出来的图片。OK， 上传了之后点一下，下面是 Realism Stress， 就是真实度的设置了，有 Regular 标准的，还有 High 就是超高。Scale Factor， 它是可以调整我们输出图像的尺寸的，最大可以3倍调整。往下拉可以看到，原始的分辨率是968×1428，而输出的分辨率3倍之后呢，就变成了2904×5184。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cost 就是花费，这里是显示不出来，是因为免费计划里面呢，每天我们会有10个免费的积分，但是这个放大尺寸需要用到几十个积分，所以呢，它就显示不出来了。我们可以把放大尺寸调到1倍，因为我今天主要展示给大家就是它的真实度这个功能。可以看到底下需要花费10个积分。OK， 点击最下面的 Enhance， 等待图片加强生成出来的效果。
我把这3张图片放在一起，这样我们会更好的对比出来。OK， 结果生成好了。键盘的 Ctrl 键和滚轮放大画布。可以看到左边 AI 模特整体是非常光滑的，就是有一种让人看上去就像假人的感觉。但是右边模特的脸上，我们甚至能看到脸部的一些斑点，还有嘴唇旁边笑起来的笑纹，胸口的纹路，还有真实的肋骨形状，包括腰部肌肉带来的阴影都很真实。还看到了模特手臂中间非常明显的青筋，整体不再是光滑的，而是纹理真实的。OK， 右击 download 下载下来，我再把这张图片做成一个影片的效果。打开 viva.ai 网站，它是一个免费而且效果非常不错的文本生成图片和图片生成影片、文本生成影片的综合性智能平台。点击 Try for Free 按钮。然后选择 Image to Video 图片生成影片，底下有一个加号，把刚刚下载的图片上传过来，尺寸9:16。OK， 点击 Confirm 确认。提示词这里我们可以输入相机的运动啊，还有风吹起模特的头发等等。当然，其实你不输入也 OK，AI 会自动发挥。再来到下面 Setting 这里点击一下，是可以输入一个否定提示词的 Negative Prompt。最后是 Camera Control 相机运动设置，相机向上或者向下，或者向左或者向右，放大和缩小都可以自由的设定。最后是运动参数设定，最大可以是30，我调整到15左右。参数越大的话呢，生成的结果它的运动就会越多。OK， 点击右边 Generate 生成的按钮，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以前生成出来的结果，在我之前的影片里有详细讲到，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特别是 Viva 的文本生成图片功能，它把非常多特征选项都列举出来，所以生成的结果非常可控。它还有图片扩展功能，也是一款很实用的 AI 工具。我会把之前影片的链接也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感兴趣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OK， 效果非常好，因为我们刚刚用的是 ResonLab 帮我们真实度调整好的图片来生成的影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体非常的自然，包括模特眼睛眨动的一个动作，我可以说大家已经分不出来是 AI 角色还是真人了。影片的右上角有一个 4K 按钮，点击一下呢，可以把这个影片转换成 4K 影片。转换成功之后，右上角呢就有一个 4K 的标志，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整体影片的清晰度呢就有了提升。OK， 点击下面 Download 按钮，把影片下载下来。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免费做出一致角色、不同场景、不同动作的影片内容了。关键还是没有数量限制的。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也想去试试，那别忘了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成果。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如果你也有其他想了解的内容和方向，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当然，我也会继续分享最新的 AI 资讯以及相关应用教程和行业更新。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我是小发，给我个关注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